厭煩這一招可絕處逢生，你一定要謹記。动手吧！不等了，我们上山去。侯爷说的对，我们上山吧。可是道长不是要我们等他吗？如果我们现在走了，万一他回来怎么办呢？我叫春影留下来等他，我们会尽快回来。等一等，我和你们一起去。好，请。不用比了，你输了，把赤霄交出来。为什么不把剑给我？赤霄剑可不能落在蓬莱人手里。金锤王王仇杖，银枪李慧阳，大力开背手蔡启生，
神鞭王周成义。你们几个真的要和我决斗吗？如果你们动手的话，我就不客气了。哼！你小子也太张狂了！要上，一起上！师傅，齐鲁四阶在外面，快请！已经死了。啊！师傅，你看，齐鲁四阶武功不弱，竟然被人一剑封喉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师傅，看来这个蓬莱人不太好对付。是啊，一剑杀死了4个人，好厉害的剑法！白老英雄，那蓬莱人实在太猖狂了，望白老英雄为我们做主，替我们报仇。请白老英雄为我们报仇。我身为山东武林盟主，责无旁贷。更何況，齐鲁四杰是接老夫的命令去动那个蓬莱人的，此事，老夫我绝不袖手旁观。师傅，师傅，人来了。那个蓬莱人给我下了战书，他约我比武。哼！您慢用啊。你和齐鲁四杰有何冤仇？为什么要杀他们？公平决斗，我输了，他们也可以杀我。你到底为何而来？目的何在？我要挑战中原所有的成名剑客。你一不報名號，二不報師承，就要殺我中原武士，未免太猖狂了吧？就算你是這裡的武林盟主，也一樣。沒有交過手，不能走。除非你回答我3個問題，否則，老夫我不會和你交手的。沒有人可以跟我談條件。对面可是把柄员吗？正是，前面可是王大侠。我正要去找你呢。我也刚刚听到白三空、白大侠的消息，说是来了个北方蓬莱人。的確如此，我就是為這事兒來接你的。有王大俠這樣的高人在，我們還怕那個蓬萊人不成？那是，有山東武林盟主清平劍客白三空坐鎮，我們怎麼能怕了他呢？對呀，王大俠說的對。走走，出。徒手比3招，不傷人，輸的回答一個問題。
你叫什么？呼延大藏，怎么会这么像呢？你又输了。问，从蓬莱到我们中原，目的何在？找到天下9大名剑，完成师父遗愿。什么9大名剑？师父说过，古代中原留下9大名剑。你说的是传说中的战卢、纯君，还有龙渊、太阿。那只是传说，不一定是真的。师父说有就有。说，你帮不帮我找神剑？除非乾坤颠倒，日月变色。出剑吧。魔王，你这个魔教余孽，我看你往哪里逃！上！你们是几位？走。属下参见大人。起来吧。谢大人。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托皇上和大人的福，事情都办妥当了。我已经派人去搜寻罗亚古城了，只是什么？属下发现神秘人身份的时候很意外。我理解你的心情。其實，如果不是這件事情關係過於重大，我不會讓你親自去接近他，當面交代的。大人，這羅亞古城到底是怎麼回事？你們出去。是，大人。本來這件事情我是不應該說的，不過我沒把你當外人。你知道，在我們大明之前，胡人建立了元朝，統治中原很長一段時間。他們雖然征服了中原，但是依舊把北方的大漠
看成是他們真正的家。他們在幾百年的時間裡，不斷地搜刮中原財寶，打算中原一旦變故，將所有的財寶全部運往大漠。可是他們都是游牧民族，帶着這麼多財寶到處跑，恐怕不方便吧？問得好，就是因為行動不便，所以他們將所有的財寶都囤積在羅亞古城。這麼多年的積蓄，羅亞古城的財寶恐怕非同小可吧？當時看守羅亞古城的人，都是從具有胡人王室血統的家族中嚴格挑選出来的，他們的家人必須生活在指定的範疇內。蒙古王室将罗亞古城視為他們的生命線，幾代人都保守着這個秘密，完全没有人知道。所謂沒有不透風的牆，像白三空這種江湖人士，還是曾經聽說過這個地方。那是在元朝快滅亡的時候走漏了消息，不過一些江湖人士所听到的只是只言片語，他們只知道羅亞古城代表着一筆財寶，到底是怎麼回事，這筆財寶到底有多大，根本沒人知道。那羅亞古城真的消失了嗎？據說元朝快要滅亡的時候，曾經派人前往羅亞古城送信，讓他們送財寶出大漠。可是直到元朝結束，也沒有人看見從羅亞古城送出的財寶。這麼說，羅亞古城真的消失了？是真的消失了。我當你是自己人，才毫無保留地把這一切全都告訴了你。多謝大人对屬下的信任。你趕緊去白水宮盯住那些武林人士，記住，那些人可不都是莽夫，剿滅他們沒那麼容易。屬下明白。不過還有一件事情。說吧。一直以來有一個叫方寶玉的人糾纏我，這個人有幾分鬼聰明，一直都甩不掉。我不想暴露我的身份，所以請大人派一個人把他解決掉。這個容易。此人雖然年輕，但是武功極高。此事我知道該怎麼處理，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。多謝大人關心，那屬下告退了。去吧。对不起。木狼兄，你怎么说話不算數啊？把我灌醉了，就一走了之啊？我以為誰在身後跟着呢，幸好我沒有動手，不然的話就傷到你了。怎麼能說是我灌你呢？是你自己的酒量不勝。好，就算是我自己喝醉了，可你這是要去哪兒？我要去京城打探消息，然後再回來接你。那為什麼上了出城的路啊？我發現被人跟蹤。想引他到沒有人的地方再動手，但我沒有想到是你。你還真會說謊，我全都知道了。你是朝廷鷹犬。你在說什麼？你太大意了。其實上次在清平山莊，你已經騙過了我。
可是后来，你说错了话。我不明白。还记得上次从清明山庄出来的时候，在那个小酒馆吗？你说错了话，露出了破绽。你说曾经随你父亲去过清明山庄，而且你爹整天和我外公切磋武功。这能算什么呢？我外公除了教徒弟，从来就不和別人切磋武功，哪怕是最親密的人。呼延大藏是第一個，也是最後一個。我確實露出了破綻，沒想到瞞過了所有人，卻沒能瞞過你。今天在屋頂上，我聽到你所有的秘密。是嗎？那我要恭喜你了，你確實比以前聰明多了。方寶玉，我覺得你已經可以在江湖上生存了。你現在什麼打算？打？你打不過我。跑？你覺得你能跑掉嗎？你怎麼知道你一定能贏呢？站住！下官参见督讨大人。起来說話。交代你的事情怎麼樣了？回大人的話，按您的吩咐全辦妥了。前幾天已經派人好不容易從藥農那裡打聽到了進入沉香谷的方法，並且還暗暗地透露給了武當道士。沒有讓他們起疑心吧？大人放心，在下故意讓幾個士兵裝成藥農的樣子，再假裝不經意透露給道士的。他們都是當地人，沒人看得出來。那現在沉香谷怎麼樣了？回大人的話，在下每日都派人去監視那些武林人士，他們已經攻破沉香谷了，雙方打得很慘烈，死了不少人吶。哦，抓到什麼人了嗎？嗨，要說那些武林人士可真夠笨的，一群人馬出出進進，幾乎將沉香谷翻了個底兒朝天。嘿，可是啊，沒抓到一個人。唉，白水宮是徹底被滅了。您說，我們下一步該怎麼辦？是不是要我們一鼓作氣，把那些個武林人士全都滅了？以你的實力，現在還做不到。不過你放心，過不了多久，他們就會起內亂的。哦，要不是被人追殺的緊，我是不會到你這裡來的。下官明白。現在已經有一個人知道了我的身份，而且從京城一直追到了這裡。要不我帶人去殺了他？不用，這個人的武功十分了得，你們去了也是送命。督討的意思是，素聞平涼千戶軍中的鐵甲強弩營威力非同小可，就連胡人的千人馬隊也不是敵手，是這樣嗎？承蒙大人抬愛，這強弩營配備的強弩可擋千軍萬馬，唯一的缺點就是行動不便，使用起來有不少顧忌啊。那我就做個口袋，讓這個小子來鑽吧。
說一句，不許耍花樣。白天来的那个人在什么地方？在中军陈大人的寝帐。怎么走？上面插红旗，门口挂长灯。方宝玉，要怪就怪你自己沉不住气。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大明铁军的厉害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混入武林兴风作浪，就算我不杀你，也会有别人来杀你。要怪就怪你自己太年輕了。你為什麼要跟着我呢？你知道了我的身份，完全可以在江湖上大肆宣揚，讓我再也沒有立足之地。哼！可是你選擇了一種最笨的方法，你太急於殺死我，所以今天你就會死在我的手裡。那你就永遠得不到他。神木令牌怎麼會在你手裡？我早就說過了，我的一位師父是你的爺爺，他覺得你們青木堡的人太不成器，就把他給了我。好，神木令牌給我，我可以放你一條生路。你的話，我還會信嗎？你知道嗎？只要我號令一下，我可以讓你萬箭穿心，死無葬身之地。那就看看是你的劍快，還是我的手快。放箭！逃進了大漠，給我追！大人，這季節貿然闖入大漠，只有死路一條。不備清水和糧草，沒人敢進大漠。你敢違抗軍命嗎？在下說的句句事實，大人，你要三思啊！請太真。我現在帶一部分人先追下去。你備好水和糧草，立刻跟來。大人，萬萬不可！這個季節沙暴頻繁，一旦失去蹤跡，大人恐有性命之憂啊！你敢蠱惑軍心，信不信我先殺了你？大人，他獨自一人闖入沙漠，活不了3天。就算他死了，我也要見到屍體。大人，不如這樣，我們一方面準備充足，派人進沙漠追蹤；另一方面，我們在這地方嚴加盤查，那小子插翅難飛。大人，就算他的屍首被野狗吃光，我也要把野狗殺了，取出骨頭給大人交令。
醒了，来喝点水。算你命大，要不是碰到我，你恐怕已经死了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被王颠追杀，被逼到了这儿来。我们还有谁在这儿？还有奔月。奔月，奔月你在哪儿？奔月到底在哪儿？你先別忙，他現在不想見你，可是他很惦記着你，催着讓我來看你。他不知道怎麼面對你。是我對不起他。告訴我，你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？我和木狼還有大藏，我們一起到了白水宮。後來紫衣侯帶着春影、夏禪也一起到了。他告訴我們，王顛帶着武林中人要來圍剿我們。原本紫衣侯要帶着奔月走的，可是奔月堅持要留下來跟我們一起死戰。後來發生了一場血獄，使都將軍、春影、夏禪都死了。大藏和木狼為了幫助我們躲入密室，奮力抵抗，現在生死未卜。王顛這個棄明道士的奸雄，我一定要殺了他。後來我們一起躲進沉香谷避難，然後我們就到了這兒了。前面一片大漠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大宛國裡常常都有沙漠跟戈壁，我知道怎麼在沙漠裡生存。我們真的要走進大漠，難道就沒有別的辦法？沉香谷到處都是敵人，我們能躲到哪裡去？我對大漠的環境很熟悉，以前父王行軍打仗，就常帶我深入大漠。我知道怎麼在沙漠裡生存的。只要一躲進大漠裡，那些武當道人就拿我們一點辦法都沒有了。這裡是我們最好的藏身之地。可是，我們會不會死在裡面啊？要是有匹駱駝就好了。哪兒來的駱駝呀？跟我走。這些是幹什麼用的？等我們走到沒有殺及植物的地方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把這些木樁插起來，然後就可以做記號了。至於這些繡花針，在石頭上磨一磨，就能夠指出方向。如果晚上累了的話，我們可以加一些樹葉蓋着，就可以當做床來休息。至於這些野果，只有在很渴的時候才能夠吃。就靠這些嗎？放心吧，沙漠裡一定還有其他水源的，我們不會一直待在裡面，一定能夠活着出去。沙漠應該是我們的朋友，不是我們的敵人。嗯。多虧有你，要是換做別人的話，恐怕早就死在大漠裡了。你不也還活着嗎？我是運氣好，只可惜我插的木樁全部被一場風暴給埋了。要不是碰到這片綠洲，恐怕我們也死了。對了，你又是怎麼來到這裡的？我幫珠兒找到解藥後，我們就走散了。珠兒，珠兒她沒事了。希望吧。後來我被官兵追殺，就逃進了大漠了。你怎麼會被官兵追殺呢？這是你的信鴿？是史都將軍的。有了他，我們就能得救了。要是史都將軍還在，我們就能夠放信鴿，讓他來救我們。現在，他只能飛回大宛國，或者再飛回來了。我不太明白。
信鸽是认主人的，如果主人不在，回家也就没有意义了。史都将軍是我大宛國最英勇的将領，如果不是木狼失手打倒他，他也许不会死的。拓真，有些事情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你要说什么？木狼神君是假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你認識的木狼神君是朝廷派到江湖的錦衣衛，他的目的就是剿滅中原武林，不論是正派還是邪派，他們都要趕盡殺絕，讓江湖永遠消失。真正的木狼神君恐怕已經死了，或許根本就沒有這個人。我以為我剛剛救了你，你會心存感激，沒想到你這麼快就來挑撥離間。我知道你一時難以接受，不過你想一想，以木狼神君的功力，怎麼可能莫名其妙地打倒史都？如果他不是故意的，史都怎麼會死？你胡說什麼？戰場殺敵，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。像父王那麼英勇，還不是一樣被人在背後放過冷箭？更何況你不在現場，沒憑沒據的，憑什麼我要相信你？因為我見到了木狼神君，他沒有死，而是鬼鬼祟祟地跑到了清平山莊。木狼沒死，他沒死，他受傷了嗎？傷得重不重？他毫髮無傷。謝天謝地。我希望你在木狼神君的事情上能夠清醒一點。沉香谷大戰是何等的慘烈，就連白雪聖母、呼延大藏這樣的絕頂高手都不能全身而退，他怎麼可能毫髮無傷？你別忘了，他可是有軟甲護體的。軟甲只能擋得住兵器，根本擋不住功力深厚的一掌。方寶玉，我警告你，你別再說那些蠱惑人心的話，我是不會相信你的。在清平山莊，他敗於我手，他還花言巧語說，他爹和我外公曾經在一起比武，我外公從來就不和別人比武。這又能證明什麼？當時我也覺得奇怪，我感覺到他到山莊來十分詭異，就跟着他一路到了京城。後來發現他進了朝廷重臣嚴嵩的家。我在屋頂上偷聽了他們的一切。我受傷逃進大漠，也是因為中了他們的陷阱。他的確是錦衣衛。我告訴你，我可以救你，就可以殺你。只要我們逃出大陸，我一定證明給你看。各位英雄，各位豪傑，今天我們來到這裡只有一個目的，就是尋找傳說中的羅亞古城。多虧我們的盟主王大俠多方努力，今天終於知道了羅亞古城的具體地點。不過臨走之前，盟主有幾句話要提醒大家。在場的各位都是各方響當當的人物，大家千辛萬苦的到這兒來，無非就是想求財。這本來是件好事兒，
可是罗亞古城還沒找到，有的人就為了分財先動了手，這可是丟盡了我們武林豪傑的臉。所以今天，在下就要讓那些動過手的、鬧過事的，先行離開。羅亞古城的東西，你們沒份兒。哼！你虽是武林盟主，可羅亞古城又不是你們家的，有什麼資格不讓我們去？你是翠屏山莊的老三吧？正是，我們翠屏山莊的人都來了。現在不走，就永遠別想走了。还有誰敢不聽武林盟主的號令？盟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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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盟主有令，各路人馬全體集合，立即啟程。黄墨尘，率領各路人馬，再有鬧事者，格殺勿論。是。今天有大批人马进了巩县县衙，我看他们就快行动了。木狼神君一向谨慎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他不会轻舉妄動。也就是說，他們已經知道了羅亞古城的地點，那至少是有了線索。那我們快點跟着他們。怎麼了？你們走不走？我已經和他們交過手，如果現在去的話，他們一定會想到我們會跟着他。大藏說的不錯，如果他們設下陷阱，那我們還有什麼辦法？川南密林對我們來說完全是個陌生的地方，我們根本就無法生存，遇到事情也無法解決，太危險了。問個向導，這是個好辦法，值得一試。那我們還等什麼？不忙，等他們上路了，我們再行動，保持一段距離，這樣比較安全。我再去趟縣城探探消息，順便準備一些進山的物件。你小心點。嗯。你在想什麼？沒什麼，我總覺得寶玉有點不同了。那你還覺不覺得他是個敵人，是個對手？不是。你一定覺得他像個朋友了？如果沒有師父的遺命，可能我們是最好的朋友。其實你們兩個有很多相似的地方。侯爺，圣母啊，我看呐，我這一輩子是很難走出這竹海了。不會的。怎麼辦？哎，他們可能就是都長人吶。
圣母啊！这些都是都长人，怎么他们居住的地方和外面的市镇没有什么两样？侯爷，这里我也是第一次来呀。你看，这里的摆设跟川南就不一样了吧？这些人看样子好像不会说坏话，一会儿我怎么和他们解释呢？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我们3个人不小心迷了路，误闯到这里，还请多多谅解呀。你们不是要去剑阁吗？是你？你们真不简单，竟然能找到这里。这么多年在金家，承蒙主人照顾。快别说这么多了。什么主人不主人的，这么多年来是我金某有眼不识泰山。来，喝酒。来，来。不知寨主为什么这么多年喜欢隐居在酒池肉林那里啊？哈，你们可誤会了，我不是寨主，我只是负责山寨和外面的联络。这里的山寨和我想象的不大一样啊。这也不奇怪，自从3国时代，我们都长人就生活在这里。其實對於外面的世界，我們一直是有專門的人在傳遞消息，所以外面的世界是什麼樣子，我們很清楚。這寨子自然也會盡量學着外面的樣子來建了。所以外面的人不了解你們？這很容易理解。當年我們全體族人走入深山，也很擔心其他部落會追殺進來。自然在外面留下了不少眼線，他們一代傳一代，直到現在還在發揮着作用。所以你早就知道我們要來這裡。可是我沒想到你們真能找到這裡。所以你知道劍閣所在？劍閣、羅亞古城和都長人有着好幾百年的恩恩怨怨。最早這片密林中只有我們都長人，只有一個狹窄的峽谷可以進出。元朝的時候，朝廷的人偷偷跑了進來，接着運了很多財寶。後來，因為他們離我們很近，我們擔心被發現，曾打算放棄這裡的山寨。你所說的就是羅亞古城。
那是一座天然的石城。那后来呢？后来，他们只运来了东西，留下不少兵将守城，其他的人都悄悄走了。所以猿人一直都很小心，怕这个秘密传出去。所以他们才没有发现你们的山寨。可这和剑阁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后来，元朝人不知从哪里找到了9大掌剑高手，在罗亚古城的入口峡谷口修筑了9个洞穴，这就是你说的剑阁。哦，原来他们是给元朝人守护着罗亚古城的。也不全是，他们是不愿意手中的旷世名剑落入坏人手里，所以才找了这么个僻静的地方躲了起来。不错，在罗亚古城的这些人衣食无忧，一辈子都没有出过城，更加不知道9把剑的所在地，是不是？我还是不明白，既然他们9大掌剑客衣食无忧，为什么还要找我们90肉林的人充当剑奴呢？这又和我们都长人扯上了关系。日子久了，罗亚古城中的士兵终于发现了我们的山寨。起初，双方的首领还希望能够和平共处，可是后来，罗亚古城的猿人就开始騷擾我们了。开始只是抢一些东西，后来发展到抢女人，最后逼得我們忍無可忍，9個山寨聯手進攻羅亞古城，終於將他們滅了。不過，我們這9大山寨也是傷亡慘重啊，只剩下這一個都長寨了。可是這劍閣跟你又有什麼關係呢？說來慚愧，起初就算我們9大山寨聯手，也不是猿人的對手。劍閣9大掌劍客中，有6人站在了我們這一邊，而另外3人就算不願意幫我們，也不會和自己的兄弟殘殺，所以他們選擇了離開劍閣。哦，所以才有我們劍奴的出現吶。再後來，我們封了羅亞古城對外的通道，就再也沒有人能到這裡了。而劍閣也成功找到了你們金家。唉，那都是幾百年前的事情了。而這一次，情況就不同了。所以武林人士和朝廷都分別在尋找羅亞古城的所在地。當今的皇上昏庸無度，民不聊生，只希望能夠拿到這筆寶藏，所以調動了蜀中的兵馬，加上錦衣衛，這樣的規模。那你們大王打算怎麼辦呢？上次和猿人大戰之後，我們都長族元氣大傷，這一次我們更不是對手。反正我們也不貪圖羅亞古城的寶藏，所以大王已經傳令，30天之內所有人離開這裡，前往滇北的叢林。我們只想知道劍閣的所在。這件事情恐怕要讓3位失望了。我們都長人曾經向掌劍客發過重誓，絕不說出劍閣的所在。而當年6大掌劍客更是在臨死的時候叮囑我們，絕不能向任何人說起劍閣的所在。我們金家世代為劍閣服務，現在劍閣的主人已經作古了，而劍閣的千古神劍又恐有落在壞人手裡的危險，我們能夠坐視不管嗎？這件事情事關重大，我做不了主。我看，我去幫你們問問寨主。啊，有勞閣下了。啊，實在不成，我們自己去找。我就不信，我們能夠找到竹海，難道就不能找到劍閣嗎？出事了！出什麼事？今天早晨，2隊跟蹤錦衣衛和江湖人士的暗哨回來報告，他們前進的速度比我們想象的快了很多。我們懷疑有人暗中幫忙。那你們有什麼打算？寨主說了，3到5天內讓所有人離開這裡。我看你們也離開這裡吧。那劍閣呢？你真的不能告訴我們嗎？幾千年前，
就是因为我们不愿違背自己的誓言，才会有整个部落走入深山的境况。但是你谨守诺言的话，反而会助长坏人。寨主说了，这件事情没得商量。尽快离开吧。云腾千里姐妹山，薄雾升腾望月崖。万仞峰前走剑气，九渊潭前斩落霞。我看，樵夫是想告诉我们剑阁在哪里。对，寨主不准他告诉我们，所以他就把它写下来。但是他又没说，就等于他没有违背誓言。有4个地方我们要留意：万仞峰、望月崖、姐妹山，还有九渊塘。去剑阁的路，关键是否能找到这4个地标？剑阁的名字，都长人知道的不多，可我相信这姐妹山一定有人会知道。如果我们能找到这4个地方，就应该可以找到剑阁。你就告诉我吧。那我们明天就去。请问你知不知道姐妹山怎么走？请问你知不知道望月崖在哪边？不知道。谢谢啊。请问你知不知道万仞峰在哪里？不知道。你知不知道九渊潭在哪里？怎么走？不知道。啊，知不知道姐妹山在哪里？不知道。啊，请问望月崖怎么走？不知道。你们说那个樵夫会不会是木狼的人？嗨，你觉得我们金家看人就会那么走眼吗？啊，他打我爹那时候起就在我们金家做事了。啊，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这4具尸所指的4个位置，正好在东南西北4个方向。我感觉，你是说，你感觉他在骗我们吗？不，木狼他们的人就快到了，碰巧他们又那么快要撤走，很明显是在浪费我们的时间。如果他是朝廷的人，又何必这么费时啊？直接在竹海里把我们就干掉了。那时候我们3个都快餓死了，那絕對不是他的對手啊！我看他是不想告訴我們劍閣在哪裡，可是又不好直接拒絕我們，更不想為了這件事情和我們發生衝突，所以就拿那首詩來搪塞我們。那又是什麼意思呢？當我們看到這4個地方分裂4個方向，就知道是假的。他想讓我們知難而退。我知道答案了。哦，答案在哪裡呀？答案在這詩裡面。你們聽說過藏頭詩嗎？4句詩的第1個字“雲薄萬九”，什麼意思？哼，就是狗屁不通的意思。不對，你們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你看，第1句話的第1個字，第2句話的第2個字，還有下面2句話第3、第4個字，你再念念。雲霧峰前，雲霧峰前。對，雲霧峰前。對，找到了雲霧峰，就找到了劍閣。我們就去雲霧峰。
一个晚上，整个都长寨就变成了一座空城，真是不可思议呀！哎，怎么样啊？都准备好了吗？差不多了，金大侠。啊，那我们赶快走吧。整个都长寨就剩下我们3个人了，简直就像个鬼城啊，连个人影都没有，看了叫人胆战心惊啊！想不到都长人就这么离开了自己的家。大敌当前，还有什么舍不得的？啊，形势紧迫，这木狼神军随时都会杀到。如果我们再耽误，撞上他们，那可就麻烦了。金大侠，不知道有个问题你考虑到没有？剑阁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知道，即便找到了，为了守护中原的6把宝剑，剑阁内会不会暗藏机关？这一点我们不可不防啊。不错，就算我们找到剑阁，木狼也一定会找到。到时候凭我们3个人的力量对抗上千个锦衣卫的话，根本就没有胜算。我们金家留下的祖训，是要我们金家的后代誓死与剑阁共存亡。那剑阁内可能確實藏有機關，那木狼神軍的兵馬也確實很厲害，但這都不能打退我保衛劍閣的決心吶。二位的擔心，金某曉得了，金某會一力承擔。若木狼神軍的兵馬真的殺到，還請二位帶着神劍先行離開，這裡就由金某來纏住木狼神軍的兵馬。金兄，我們並不是貪生怕死之人。對，金大俠，我們不是這個意思。你們當然不是啦，只是為了顧全大局，為了不讓神劍落在不法之徒的手上，還請二位成全在下，也好讓在下對金某的祖先有個交代呀。没想到他们来得这么快。我们终于到了。启禀督草大人，小人已经查过了，一个人也找不到。这是一座空城，就是把整个城倒过来，也要找到他们。我就不相信找不到一个人影。继续搜。是。事不宜遲啊！再不走，我們就會敗露了行蹤。我們快走吧。侯爺，你怎麼了？看來奔月沒有在木狼身邊，那他到底去哪兒了？現在怎麼辦呢？寶玉究竟有沒有救出他？侯爺，奔月是木狼神君控制寶玉的棋子，我相信，就算寶玉救不出奔月，奔月也會暫時沒事的。話是這麼說，可是不要着急，事有輕重。當務之急是保住劍閣裡的6把寶劍，奔月總有一天會救出來的。侯爺，不要再猶豫了。如果木狼神君在我們之前找到劍閣，那我們所有一切的努力全白費了。走。啟稟督討大人，城南荒無人跡，小人尋遍了，還是一無所獲。不用說，城西也是空無一人。是，的確空無一人。
导大人，城北也是，城北也是荒芜一片，连个鬼影都找不到，对吗？是的，督导大人。那人都去哪儿了呢？一群没有用的废！滚！下去。是。督导大人息怒。现在看来，这城里的人都已经得到了消息，在我们到来之前，都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。我们现在的線索已經都斷了，你讓我怎麼能夠不生氣呢？督導大人，我們手裡不是還掌握了一個都長人嗎？我已經威逼利誘過了，那頂鳳冠根本就是他從別人家偷來的，他根本就沒有去過羅亞古城。我們現在就好比回到了起點。看這裡，好像就是傳說中的劍閣。劍閣聖土，羅亞之門，魁寶墳冢，兩重乾坤。我們終於找到劍閣了！哎呀，看，快！金兄，你看。恭喜你啊，金兄！侯爷，圣母啊，你们看，这几副骷髏，想必就是当年的长剑客了。这6把旷世神剑也都在啊！哎，我金祖阳终于不負祖先所托。多謝侯爺，多謝聖母，陪在下走完這一程啊！金兄言重了，這件事對我們來說是義不容辭的。我很奇怪，這離都長寨不足5里路，要想找到這兒並非難事。可是把6把寶劍放在這兒，似乎不太妥啊。哎呀，話雖如此啊，我們也是好不容易穿過竹海，才找到都長寨的。要不是都長寨有情報說劍閣就在這裡，我們也不會找到這裡呀。這裡實在是太隱蔽了。現在好了，終於可以達成心願了，所以我很希望金兄可以幫我一個小小的忙。哎呀，侯爺但說無妨啊。那我就直說了，我想把奔月從木狼神君的手中救出來，懇請金兄助我一臂之力。侯爺啊，在下暫時還不想離開劍閣，這個忙恐怕幫不上了。金兄，既然你已經達成了心願，已經找到了寶劍，我們為你跋山涉水，你就連這麼一個小忙也不肯幫嗎？金大俠，這6把寶劍就算是找到了，為什麼你還不願離開劍閣呢？這一線天是防守敵人的一塊寶地呀！金某
想留在这里守護這6把神劍呢。啊，不如這樣吧，你幫我救出奔月之後，再回到這裡也不遲啊。我金家有祖訓，要我們後人不要隨意與別人動武。我金某一直遵循着這個祖訓，不敢有違呀。為救一個無辜的少女，就不能網開一面嗎？侯爺，你不要強人所難吶！我強人所難？哼！我放着女兒不去救，來這裡幫你找劍，現在找到了。我只不過是請求你幫忙救奔月，可你卻說我強人所難。哎呀，侯爺，可是我一出面就會敗露行蹤，到時反而會把人都吸引到這裡來呀。那我現在問你，幫還是不幫？為了劍閣，我連好人都能殺，現在怎麼可能為救奔月而放棄守劍的責任呢？我不想說那麼多了，我看錯你了。侯爺，每個人都為自己的信念堅持着，就像我當初堅持不與寶玉和大藏相認，你也長期堅持着對我的愛意長達20年，這都有錯嗎？你想，如果當初有人質疑你，並要你放棄這個信念，你不同樣也會拒絕，不是嗎？我是不應該逼金兄為了救奔月而放棄自己的使命，是我不對。更何況我們當初答應幫他找尋劍閣時，就決定自始至終都不要求任何回報。是，剛才是我一時心急說錯了話，真是對不起他。侯爺，金大俠的為人，你應該比我清楚，他從來說一不二。你忘了當年在白雲觀，他都不肯出手幫助赤松道長，這就足以證明他對祖訓是如何看重的。看來是我自己糊塗了。你也是因為思女心切才會這樣的。知我者莫若你。侯爺，金大俠要是不肯幫忙，就不要勉強了。還有我呀，我陪你去救奔月。可是你剛受了重傷，功力也大不如前了，我不想讓你參與。才去找金佐陽幫忙的。救人一定要靠武力嗎？對，你出謀略，我出力。不過侯爺，我們要從長計議，不要操之過急啊。這次一定很危險，你自己也要小心點。好，我會一直在你身邊提醒你的。我已經決定了，立即派出錦衣衛，以都長寨為中心，四處搜尋羅亞古城的消息。都頭大人，我們這麼茫無頭緒的找，恐怕會是海底撈針吶。除了這麼做，還有其他辦法嗎？就這麼決定吧。人手方面，由你負責調動。是。哦，對了，都頭大人，我們現在這樣明目張膽地搜索羅亞古城，可能會引起江湖人士的注意，我們不得不防啊。王顛那票人已經被我們殺得差不多了，剩下的也已經構不成任何威脅。你有什麼好擔心的呢？我看你是擔心你外孫會找上我們吧？我們志在羅亞古城，白某認為這個時候不應該再節外生枝。那天晚上，他的確闖入客棧，想救走奔月。如果我們現在還煞費心機去應付他，未免礙事了吧？他連你這個親外公都敢傷害，不過還好，我有奔月這個人質在手，他不敢亂來。寶玉現在的功夫已經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，與其抓着奔月跟他耗着，不如放了奔月，他也不會再糾纏我們了。
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，不必你操心。啊，这是刚泡好的上等龙井，请用。托尘，你可以出去了。是这个丧心病狂的畜生！你骗了我，你骗了所有的人，就是因为你，我们中原武林全军覆没。你到底安着什么心呢？你！王大侠不必置气。你们是一伙的，你让我听命于朝廷，就是替他办事。我明白了，原来那些袭击武林人士的锦衣卫是你们派出来的。所谓的罗亚古城，是你们要把武林人士引到那里去屠杀。你们还有人性吗？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不想跟你在这里争执。你这个衣冠禽兽，到底要到什么时候你才肯罢手？我是在增强朝廷的势力，不给武林反抗朝廷的机会。朝廷，朝廷非要用这么血腥的手段吗？朝廷下的旨意，我一定要办到，而且要不择手段。你无药可救，出去！你来了。你哭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。又在为你的木狼伤心吧？本月，你不要怪我，我真羡慕你。你爱上的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义气男儿。可是我爱上的，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杀人魔。郡主，之前我和宝玉一直苦苦相劝，你不听。不过现在，你发现木狼不是一个好人，还来得及。现在离開他還不晚。不，我不走。難道你還妄想改變他嗎？只要我在他身邊，就會有希望。只要我在他身邊一天，我就能阻止他害更多的人，我就可以救更多的人，也可以替他贖罪。你真是用心良苦啊，将心比心。对寶玉，我可能就做不到。在我心裡，總是忘不了他跟珠兒的事。
你不是说过吗？我们女孩家为了心爱的人总是牵肠挂肚。其实就算他再不好，但是为他做什么，我都是愿意牺牲的。都头大人，小人有事禀报。什么事这么着急啊？今天派出的暗哨有一个执事没有回来，也没有留下记号，恐怕是遇上了歹徒，所以小人特来禀报。看来方宝玉真的追来了。知道了，小人这就去办。这次你们要小心部署，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。是。等等。这件事情千万不能告訴白三空。是。昨晚抓那锦衣卫果然没说谎，这里的確是個荒城。看來木狼神君因為找不到羅亞古城，已經率領部下離開了。他們的確是走了，我們現在怎麼辦？到處瞧瞧，看看有沒有線索。好，我們到城北看看。我略施小計就引軍入瓮，真是得來全不費功夫啊！木狼神君，你要對付的人是我，別把他們也扯進來。你很了解我嗎？你怎麼知道我只想對付你？我告訴你，我要對付的人很多，而且今天我要把你們全部抓起來。木狼神君，我們這次來只想讓你交出奔月。我們不會阻止你尋找羅亞古城，只要你交出奔月，我們馬上就走。簡直是痴人說夢！就憑你這三言兩語，就想讓我放了奔月，你覺得可能嗎？先进4合院。放箭！是。白三空，你想幹什麼？督討大人，這麼大的事情，為什麼不通知我一下？有些事情我好像不需要通知你吧？督討大人曾經答應過我，不傷害寶玉。那是他先答應我效忠朝廷，我才答應不傷害他。現在是他背信棄義，怪不得我。讓開！看在白某份上，饒我外孫一命吧。白大俠，我要提醒你一句。你現在做的一切，是在跟朝廷作對。我對朝廷忠心耿耿，
只希望督讨大人网開一面，放了我外尊。哼，在我這兒，沒有人可以說情。督討大人，既然這麼說，那就先殺了我白某。把这裡圍起來，任何人都不准出去。是。多謝督討大人。真夠義氣的，一起來送死。我問你最後一次，你到底放不放人？你說呢？
中，你没事吧？快杀了他们！走！